原告，你的证人已经死了，你还有其他证据吗？不，我的证人还活着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曹无耻的后事是我亲自办的，你居然说他还活着！原告，这是在法庭上，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。我可没说我的证人是曹无耻。审判长，我的证人可以证明，就是梅人心将我拐卖，而且他现在就在庭外。带证人入庭。审判长，我不认识他，他肯定是那个小贱人找来做伪证的。审判长，我叫王守才，我可以证明梅人心他拐卖过孩子。证人王守才，你是否能为你所说的一切承担法律责任？我能。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错事，今天有机会做证人来忏悔我自己，我愿意把当时的情景都说出来。请证人讲述证词。审判长，20年前，梅人心通过我以2500块钱的价格，把陶贵家这孩子卖到我隔壁村。当时她和她丈夫曹无耻在我家住3天才走，还给了我200块钱的介绍费。这件事我们村里全都知道。被告梅人心，证人证词是否属实？审判长，我是真不认识他呀，我也没跟他卖过孩子。他现在连证据都拿不出来，你不能就让他这样空口白牙的诬陷我呀！没想到这个小贱人居然能把他叫来做证人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20年过去了，他们肯定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。只要我不承认，他们只能是空口无凭。我有证据。他竟然还留着这个。给，这是这次的介绍费，200，你数数。不用数了，以后再有这事，你还可以联系我帮忙。这十里八乡的，我都熟得很。行，你这边还有谁家缺孩子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带过来。好嘞，那你给我留个电话吧，到时候方便联系你。这个就是梅人心当年为了方便我再联系他买孩子，自己亲自写下的电话号码和名字。梅人心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姓王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别忘了，你跟我也是一伙的，你把这件事情透出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所以你现在是认罪了是吧？你承认了你跟王守才是一伙的，你承认了当初就是你拐卖的我。没有，我前几年我出过车祸，我伤了脑子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以你现在是认罪了是吧？你承认王守才跟你是一伙的，你承认了当初就是你拐卖的我。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有这么大进展呀！现在直播间已经有550万人在观看了，看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案件啊。看到这里，我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问一下过滤。正如梅人心刚才所说，王守才应该属于梅人心拐卖儿童的同犯，他怎么会愿意出来作证呢？
有一种证人叫污点证人，他虽然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，有犯罪污点，但是他可以为公诉机关作证，以换取免受刑事追诉或从轻、减轻指控的待遇，也是我们法律里的戴罪立功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场庭审，陶贵家要申诉了吗？你说话呀，你哑巴了吗？审判长，我申请问证人2个问题。同意。王守才先生，请问，除了陶贵家之外，我方当事人还通过你卖出过其他儿童吗？没有。那你是否亲眼看到过梅仁心女士暴力殴打被拐儿童？没有。审判长，原告的诉讼要求是判处我方当事人死刑，但证人王守才只能证实我方当事人曾通过他卖出过1个儿童，并没有达到加重情节的标准，所以我方当事人仍旧适用基本量刑5到10年。我方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刑。哎，郭律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明明证实了梅仁心拐卖陶贵家，梅仁心的量刑标准还是没有变化？看来梅仁心的辩护律师还是很专业的，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第246条规定，拐卖儿童的基础量刑就是5到10年，有加重情节处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只有达到特别严重情节，作为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才能判死刑。那加重情节指的是什么呀？辩护律师刚刚提问到的，就是加重情节中采用暴力、威迫或麻醉方法绑架儿童和拐卖儿童3人以上这2条。陶贵家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确实遭受过梅仁心的虐待，他和上一个拐卖未遂的儿童加起来也只有2个人，所以达不到加重情节的标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他这场官司岂不是白打了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查清犯罪事实，做出最公正的审判也是很重要的。不过陶贵家的这个诉讼要求确实也非常不切实际，如果他不修改他的诉讼需求的话，审判长只能全部驳回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努力了这么久，到头来竟然一点用都没有。说到底，这个陶贵家就是个没文化的村姑，怎么可能真的懂法律啊？真是浪费时间。证人王守才，你还有证词需要补充吗？没有了。要我说，你这也不活得好好的嘛，在你原来爹妈那儿还不一定长这么大呢。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还想让我被判死刑？呸！既然承认了，那你快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？你不是把我记得很清楚吗？你爹妈在哪儿？你怎么又给忘了？快告诉我，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？被告梅仁心，请如实供述犯罪事实。哎呦，审判长，不是我不愿意说呀，是我真的记不到了呀。你不是本事挺大的吗？就自己去找啊。哼，不过你可一定要快一点，要不然你的父母说不定就死了。主审，请原告控制情绪。这么生气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要不我给你道个歉吧。审判长，是我自作主张给这孩子换了个家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打过他呀。哼，都过去20年了，我就不信
你连被打的事都能拿出证据？没人信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合着他不仅没罪，还有功？看来这个老东西要得逞了。原告方，你是否还有其他证人或者证据，可以证明你曾被梅人心暴力虐待？没有。原告方，你们是否要更改诉讼请求？不改。梅人心，他必须判死刑。不改。梅人心，他必须判死刑。审判长这是在提醒他要改诉讼请求了吧？他还不改，难道等着被驳回全部请求吗？哼，果然是个不懂法的聪姑，真是浪费审判长的好意。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哼，不是蠢，就是故意博流量呗。你看现在的观看人数都已经上千万了，不管他这次能不能胜诉，他都能火，到时候再自己开个直播带个货，真是恶心。你说不改有什么用？当这个法院是你家开的？梅人心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我说你该判死刑，你就绝对逃不掉。原告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这里是法庭，胡搅蛮缠是没用的。你的诉讼请求必须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。被告律师，你刚才说他的犯罪行为适用于基本量刑，是因为他只拐卖成功过一个孩子，对吗？是的，加上未遂的那个女孩也才2个，加重情节需要3人以上。那如果他不只拐卖一个孩子？什么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被告禁止辱骂他人。我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审判长，他20年前就在拐卖儿童这件事上吃到了甜头，这些年来又没有过稳定工作，经常更换居住地，在各个省市之间来回穿梭，更是在今年再次犯案。您觉得这些年他是靠什么谋生呢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原告，这是法庭，猜测是没用的，要看证据。我就是喜欢旅游，喜欢到处去住，你管得着吗？审判长，我看他就是对我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我。我要告他诬告。我觉得陶贵家说的有道理，这个梅人心就是个惯犯。你没听审判长说吗？有道理有什么用？得有证据。真是不知道这个陶贵家在干什么，把自己被拐卖的事说清楚，要求按法律判不就好了？一会儿非要死刑，一会儿在这猜，真是浪费时间。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啊！一定要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才认罪是吗？还想诈我？赶紧把证据拿出来呀！证据不在我这儿。没有证据说那么多废话。证据在我这儿。审判长，我申请问被告几个问题。同意。梅人心，你和前夫曹无耻是否在25年前生过一个儿子？审判长，这个问题跟现在的案子没有关系，我申请拒绝回答。申请驳回，请回答公诉人提问。我是有过一个儿子，怎么了？那你的儿子呢？他2岁的时候发烧病死了。你撒谎！我撒谎？我为什么要撒谎？他就是病死了，我是他亲妈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他没有死，是你把他给卖了。他们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审判长，自从上一次梅人心拐卖案被公开后，宝贝回家系统又新增了许多 DNA 样本，其中一个和我们系统中采录的梅人心的样本匹配上了，正是梅人心的亲生儿子。我们联系了梅人心儿子和养父母确认，当初就是梅人心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卖了出去。被告梅人心，你是否认同公诉人的发言？我不认同。这你都还想狡辩吗？亲子鉴定已经做了，他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
我身上没钱，把他送养给别人怎么了？难不成让他跟着我一起饿死吗？梅人心，送养和卖可不是一回事。我是收了他们家的钱，那是他们自己给我的，好歹也是我拼死拼活生下来的儿子，养了2年，难不成就白白的送给他们吗？公诉人，你要申请带证人上庭吗？证人，我儿子他也来了吗？审判长，证人对梅人心心有怨恨，不愿意出庭，但是提供了证词并签字。这里面是梅人心和他儿子的亲子鉴定证明和相关证人证词，可以证明梅人心当年就是明码标价将自己的儿子以5000元的价格给卖出去。国律，梅人心将自己的孩子卖掉，也属于拐卖儿童罪吗？是的，不管是谁的孩子，只要他是以出卖为目的，就构成拐卖儿童罪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个人贩子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这样的人是要下地狱的。梅人心，你不愿意抚养孩子就把他卖了，你觉得这样是为了你儿子好？那其他孩子呢？那你有没有问过其他10几个被你卖掉孩子的父母，他们愿不愿意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10几个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！到现在了，你还不承认是吗？真是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。系统匹配出我儿子的基因也算我倒霉，其他的小孩肯定是恶偶的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直接就输了。悔改什么？我没做过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承认？你就是想判我死刑，故意诓我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恶毒？你一个人贩子怎么有脸说别人恶毒？我做了什么？是我的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注意法庭纪律。审判长，这个女人胡言乱语的污蔑我，你应该把她赶出法庭去。原告，你还有新的案情要提供吗？有，其实我今天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起诉梅人心，我还要作为代表帮其他12个家庭和被拐儿童起诉梅人心。12个家庭？没错，上次梅人心拐卖未遂案被公开后，好几个被他拐走的孩子的家长认出了他，然后报了警。我们多方调查后发现，梅人心这些年一直流窜在各地，作案10余起。你放屁！我没有！你现在还在狡辩？你回头看看，陪审席那些人，都是被你拐卖孩子的受害人。怎么可能？审判长，我申请让陪审席的其他受害者讲述案情。我反对！审判长，他们是陪审团的，凭什么说话？反对无效，同意陪审员以本案受害人身份发言。黄阿姨，你先说吧。审判长，我叫黄秀莲，梅人心在21年前拐走了我的儿子。那时候，她跟她丈夫就住在我家对面，经常逗着我儿子玩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儿子在街边上玩玩具，他就把我的儿子骗走了。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孩子不见了，他们家也已经全部搬空了。我和孩子大爸为了找孩子，跑遍了各个城市，花光了积蓄也没找到。最后他爸身体受不住，没几年就
后来我在孩子们走丢的地方支起毯子，一天都不敢离开，生怕孩子回来找不到我。没人信，你把我的孩子埋到哪里去了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还我丈夫，还我孩子！我就想再见见我的孩子。请注意控制情绪。你家男人死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审判长，这个人是个疯子，疯子的话不能信啊！疯子？他没疯，他这样全是因为你这个丧良心的人贩子。他这个年纪本该儿孙满堂，本可以拥有幸福祥和的一生，是你拐走了他的孩子，是你让他日日夜夜几十年都活在悲痛里。审判长，我的女儿和儿子也是在11年前被梅人心给拐走的。他拐走了我一儿一女，拐走以后又嫌我女儿大了不好卖，半路就给丢掉了。我女儿在外面流浪了1年，才被好心人给送回家，但因为被拐后的流浪，让她得了重病，回家不到2年就病逝了。我儿子直到今天也没找到，没人心，他在给我女儿偿命，他必须判死刑。18年，我们家找了他18年啊！死刑！死刑！必须判死刑！必须判了死刑！对，给他判死刑，给他判死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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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刑，判他死刑，必须判死刑，死刑，必须判他死刑。肃静。没人心，你还要拒不认罪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曹无耻。孩子是他选的，办法是他想的，钱也是他拿的，我是被逼的呀！没人信，你无耻！哎，国律，没人心这是干什么？拐卖儿童罪要判死刑还是很难的，尤其是在不能确定他是主犯的情况下。没想到他居然能这么快想到应对的方法。想让我死，做梦！审判长，这些事都是曹无耻逼着我干的呀，我也不想啊，我不干他就打我呀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审判长，他在说谎。你也是被拐儿童家属？是，也不仅仅是。3年前，梅人心当街偷走我那还在婴儿车里的儿子，我的妻子很快发现，就去追赶。把我儿子还给我！把我儿子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人心，快走，快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快去救儿子，他抢走了儿子。好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坚持住，你坚持住，老婆。我的妻子死了，没人心，他抢走了我的儿子，还杀死了我的妻子，他该死！
你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被你前夫逼的，可是3年前你前夫早就死了，还有谁在逼你？又有谁逼你杀了我的妻子？没有，是他先打我的，是他自找的，是他指使我的。你去哪儿？给我回来！是他让我干的，我有证据，他才是主谋。天哪，没想到事情居然是这样的发展。这下没人心就完全够判死刑了。哎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案子在，为什么不一开始说出来，反而一定要等到最后呢？因为像拐卖儿童这种案子，其实是很难找到全部受害人的。陶贵家应该是想要梅人心主动交代出其他被拐卖儿童的信息，没想到他怎么都不承认，就只能如此了。梅人心，你现在死定了！审判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审判长，我可以把所有孩子的下落都告诉你，你没让我死行不行？我不想死啊，审判长！你现在知道错了。你在干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，那些孩子，那些父母，他们又遭受了多大的痛苦？你知不知道，被拐的孩子就算被找到，失去的亲情也永远回不来了。直到今天，你还只知道朝着可以决定你生死的审判长跪拜，对那些受害者却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。我知道错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要600万吗？我赔钱，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都行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我提出赔偿，只不过是想让所有人知道，你对我们的伤害是巨额财产也弥补不了的。我小学还没有毕业，就被迫辍学打工。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如果没有被拐卖，会是什么样的？所以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死。小贱人，我当初就应该淹死你！本庭正式宣判如下：被告梅人心犯拐卖儿童罪、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周龙犯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6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这场判决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正，不会错怪一个好人，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你好，您吃点什么？我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你是妹妹，我是姐姐啊。姐姐，青竹，陶青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跟爸妈在电视上看见你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赶来了，生怕再多1秒又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青竹，陶青竹，你是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